之前频道做过2部探讨少子化的影片，我们拆解了人口结构改变的底层逻辑，很多观众在留言区留下非常深刻的见解，这也触发了我另一个面向的思考。既然现在的总体环境充满各种挑战，为什么这个时代还是有人选择生小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违反直觉的现象。多数媒体习惯把生育率低落归因单一变数，像是房价太高或是平均薪水太低。但如果我们拨开这些表面的社会现象，把人类群体看作一个巨大的能量交换网络，就会发现个体决策的机制其实非常精密。今天我们要把生育这件事彻底拆解，来看看那些选择生小孩的人都在想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件事切分成几种决策模式，这不是严格的学术分类标准，而是帮助我们理解资源分配的流动轨迹。第一种是资源充足的高承受力类型，他们通常拥有稳定的收入或是家庭支援，在他们的认知地图里面，生养后代是一个风险完全可控的专案，就像是在极度肥沃的土壤上播下种子，他们知道自己有充沛的养分可以供给。这群人心里盘算的蓝图非常清晰，他们确定自己绝对有能力可以养得起，生活品质不会被高昂的育儿成本拖垮，至少可以给孩子一个极具竞争力的环境，生育不会打破他们现有的系统平衡。第二种是纯粹价值导向的类型，这类人的决策并不建立在经济成本计算，而是出自更深层的生命意义寻求，这就像是磁铁不可抗拒的互相吸引。他们在精神层面真的很想要一个家庭，总觉得人生蓝图里面少了一块关键拼图，那种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生命连结是任何物质成就或职涯头衔都无法替代的。第三种是低机会成本的决策状态，当一个人的职涯成长空间相对有限，或是身处生活成本比较低迷的地区，生小孩带来的潜在损失其实微乎其微，这就像是一条平缓流动的宽阔河流，多加一些水量也不会引发系统性崩溃。他们心想，大家也都是这样慢慢走过来的，小孩不需要抚养，只要按部就班带大就好，不追求凡事都要挤进最顶级的配置，只要全家平安健康就能过得很安稳。第四种是占比极少的少数高自我掌控型，这类人对时间与资源有极其强大的支配力，他们习惯直面问题并找出最佳解法，就像是熟练的工程师面对复杂的机械系统，遇到再艰难的状况也有绝对的自信能处理。他们把育儿当成一场人生的极限挑战，想要测试自己能不能跨越这道关卡，这种人不会轻易被外在的社会恐惧吞噬。第五种是考量家族与资产延续的类型，这个时候的生育不再是个人的单一选择，而是牵涉到一个庞大组织的存续问题，就像是一棵100年大树需要把根扎得更深，他们背负责任，不能让传承断在自己手里，总需要有人接下这份累积好几代的基业。这不是单独一个人的人生剧本，而是牵动整个家族命脉的战略决策。第六种建立在深刻的信仰或价值体系上，他们用更宏观的宇宙观来理解生命，而不是单纯计算投入与产出的财务报表。对他们而言，生命传承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这就像是四季更迭一样自然流转，不需要过度焦虑未来的不可测变数，该来的生命自然会有它生存的出路。第七种是新形态的高弹性工作者，他们透过远距工作或是自由接案的模式，重新夺回了自己生活的坚定价权，这就像是跳出了原本极度拥挤的赛道，自己再从林中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小径。他们不一定要遵守社会的传统竞争玩法，可以用自己专属的步调来陪伴孩子成长，完全不需要挤进那个极度消耗的内卷体系。第八种非常关键，而且占比极高，那就是顺应生命轨迹前行的人。他们没有经过极度精密的战略沙盘推演，也没有刻意要避开任何人生阶段的变化，而是到了特定年纪就让事情自然发生。这就像是水到渠成一般，毫不费力，觉得差不多到了可以承担责任的年纪，好像也可以迎接一个新生命了。既然事情发生了，那就坦然去面对。其实他们事前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如果你也偏好这种拨开迷雾深入本质的分析，帮我点个赞并按下订阅，我们继续推演更深层的机制。我们刚刚拆解了8种不同的决策模型，现在让我们把这些表象全部拨除，直接潜入这件事情最底层的运作逻辑。如果把生育拆解的无法再拆分的最小单位，它究竟改变了我们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在自然界的生存法则里面，所有的生命都在对抗不断增加的混乱状态。一个封闭的系统如果不注入新的能量，最终必定会走向停止与全面瓦解。这就像一杯放久了自然会冷掉的热水，人类社会这个巨大的复合系统也是一样，我们透过繁衍来引入全新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对抗时间消磨的根本物理策略。现代社会把生育变成了一种财务投资模型，只要是投资就会精算风险与期望报酬率。当你把所有的未知都量化成风险指标，你会发现这是一笔
看似极度亏本的交易，因为前期投入的庞大成本是立刻就能看见的，但未来的回收价值却模糊不清，而且难以计算。可是生命繁衍的本质从来不是会计账本，它是一种对抗未来不确定性的强大本能。当我们说准备好才要生小孩的时候，这句话本身就存在一个巨大的逻辑盲区，因为现实世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动态网络，根本没有人能完美预测未来的所有变数。把视角拉长到历史的宏观演化周期来看，短期的经济波动与社会压力只是外部干扰，真正决定世代更迭与文明延续的核心变数是人类面对未知变局时的包容态度。这里带出了一个非常现实且残酷的现象，多数人生小孩并不是因为完全想清楚了，而是他们觉得自己大概可以撑得住，或是生命本身有一种强烈无法忽视的渴望，又或者是刚好走到了那一个人生阶段。这股推动力远远大于试算表上的冰冷数字，反而我们观察到有一种人最不容易生育，就是那些心思极度缜密且精打细算的人。他们把每一个步骤都算得清清楚楚，把所有潜在的风险都用放大镜来检视。当你看见了前面每一颗可能绊倒你的石头，你就会彻底失去踏出第一步的勇气。这是一种过度理性所导致的系统僵化。会选择生小孩的人绝对不一定准备到满分，但他们一定有一个强大支撑自己的理由，让他们愿意张开双手拥抱那些不确定性。这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形态选择，更是人类这个物种保持活力的关键机制。接受不完美才是让系统继续运转的核心动力。面对这个少子化与焦虑持续蔓延的时代，与其不断放大恐惧与生存竞争的压力，我们或许该思考如何重建社会的防护网。这不是要去说服任何人去生小孩，而是用开放的心态去理解每一种选择，理解那些决策背后的生存逻辑与巨大勇气。最后留下一个问题让大家理性思考，在你的生活观察与推演里面，现代社会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基础条件，才能让人们重新找回承担未知的意愿？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与推演。想看透市场喧嚣背后的真实赛局与事物运作的底层法则，现在就按下赞与订阅，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人看见。我是点点思维，我们下一部影片见。